那一年冬天，南京城韩国公府的大门在深夜被锦衣卫撞开了。77岁的李善长从床上坐起来，没有逃，也没有问。他知道锦衣卫不会无缘无故半夜登门，既然来了，就只有一种可能。果然，圣旨念的是韩国公李善长明知胡惟庸谋逆，却不检举，按律同罪，即刻逮捕。整座府邸哭声四起，李善长却转身走进书房，抱出来一只古旧的木匣子，匣子里头躺着一块漆黑鎏金的铁牌，上面密密麻麻刻着金字。他把铁牌高举过头顶，声音倒还是洪亮的：这是皇上亲赐的丹书铁券，谁敢动我？锦衣卫指挥使笑了一声，不紧不慢地从袖子里取出一份诏书副本，手指点在了最后一行：韩国公，您再仔细看看。李善长低头看去，那行字他其实早就烂熟于心了：除谋逆不诱，其余若犯死罪，儿免二死，子免一死。他不是不知道这条款，他把铁券举起来，赌的是朱元璋对他这个跟了30多年的老臣还有最后一点顾念。可指挥使后面的那句话把他仅存的幻想也打碎了：您弟弟李存义已经招了，胡惟庸当年托他拉拢过您，您知情不报，在陛下眼里这就是选边站了。李善长整个人像被抽空了。他守了20年的保命符，到头来还是没能救他自己。不过有个问题始终绕不过去，既然迟早要杀，当初又何必赐券？胡惟庸是在洪武13年被处死的，李善长被杀却是在洪武23年，中间隔了整整10年。这10年里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？故事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。那时候朱元璋还只是郭子兴手下一个小将，兵不多，粮也少。李善长呢，字百世，定远人，少年读书，有智谋，通晓法家那套学问，预判事情往往很准。朱元璋带兵打滁阳的时候，李善长主动跑去求见。朱元璋知道他在当地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就以礼相待，留他在身边做了个管文书的书记官。有一天，朱元璋问他，态度很随意：这四方都在打仗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明史里记了李善长的原话：秦乱汉高，岂不一，豁达大度，知人善任使，不是杀人。5载成帝业，今元纲既稳，黎民思乱，土崩瓦解，公好产俱配不远，山川王气，公当受之，法其所为，天下不足定也。翻译过来就是说，秦末天下大乱，刘邦一个平民出身，心胸豁达，会看人也会用人，还不乱杀人，5年就成了大业。眼下元朝的纲纪早乱了，天下已经分崩离析，您的老家亳州离刘邦的老家沛县没多远，这山川之间是有帝王气的，该您来承受。您只要学着刘邦的样子去做，平定天下不是什么难事。这话等于把朱元璋比成了汉高祖。朱元璋听完非常受用。李善长不会打仗，可他懂律法，懂钱粮，懂怎么治理一方。跟着朱元璋打下滁州以后，他就充当参谋，管粮饷，很受信任。明史说他参与机密，创立规模，意思是大明开国那套官制、礼制、赋税体系，背后到处都有他的痕迹。朱元璋的威名越来越大，来投奔的将领也越来越多，李善长就负责考察这些人的能耐，推荐上去，再替朱元璋安抚他们。将领之间闹矛盾，他也出面调解。有一回，郭子兴听信流言，对朱元璋起疑，想挖李善长过去辅佐自己，李善长坚决不去。朱元璋为这件事更加倚重他。还有一次，朱元璋自己带兵去打鸡笼山寨，把后方交给了李善长。援军探听到消息来偷袭，结果被李善长设伏，打了个大败。
朱元璋回来以后，从此对他刮目相看。后来朱元璋得了巢湖水师，李善长极力主张渡江。打下采石，进军太平的时候，他提前写好安民告示，禁士兵抢掠，城里秩序井然。打镇江之前，朱元璋担心将领管不住手下，李善长出面把事圆了过去。镇江拿下来以后，老百姓甚至不知道有军队来过。朱元璋称吴王以后，让李善长做了右相国。他熟悉历朝典章制度，处理公务又快又利索。朱元璋每次亲自出征，都让他留守后方，军粮从来没断过。他还整顿了两淮盐政，建立了察法，又陆续制定钱法，开铁冶，定余税，国家用度越来越充裕，老百姓倒没觉得负担加重。等朱元璋登基称帝，追尊祖先，册立后妃、太子、诸王，这些大典全让李善长担任大理使兼太子少师。朱元璋去汴梁，李善长留守南京，大小事务都可自行决断。接下来又奏定6部官制，议定丧服及朝贺礼仪，奉命监修元史，编祖训录，大明集礼，事无巨细，都是李善长带着一批儒臣商量着办的。洪武3年大封功臣的时候，明史记了朱元璋的原话：善长虽无汗马劳，然是鸩酒，给军时功甚大，一进封大国。就是说，李善长虽然没有上阵杀敌的战功，可他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管后勤，供军粮，这功劳很大，应该封大国。于是授他开国辅运，推诚守正，文臣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、中书、左丞相，封韩国公，每年4000石的俸禄，子孙世袭。另外还赐了丹书铁券，上面写着除逆谋不诱，其余若犯死罪，儿免2死，子免1死。当时获封公爵的一共6个人，李善长排在第1位。满朝文武没有不羡慕的，可今天回过头去看，那大概恰恰是悲剧开始的地方。满朝都羡慕李善长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从头到尾没吭声，这个人就是刘伯温。关于这2个人的关系，后世流传的故事不少，不过《明史刘基传》里有一段记载挺值得说的。有一回，朱元璋为了一件事斥责李善长，刘基反而替他说了好话。擅长是功臣救人，能调和诸将之间的关系。朱元璋觉得奇怪了，这个人好几次想害你，你还替他说好话，我打算让你来做丞相。刘基很认真地回答，换丞相就像换房子的栋梁，得用真正的大木料，要是拿几根小木头捆在一起凑数，房子立起来就倒了。这话听起来是在替李善长说话，其实刘基留了一手，他心里明白李善长这根大梁恐怕已经不太稳了。明史里还留下了刘伯温对李善长的一句评价，就4个字：柔而不断。意思是这个人能力是有，可心肠太软，到了该决断的时候往往下不去手。明代笔记《野记》里还有一段：善长柔，兼深密，诸物并不为言，直似朕发端而后行，此其所以兼深也。意思是李善长什么事都不主动说，非要等朱元璋先开口才跟着行动。这话未必真是朱元璋说的，可他折射出朱元璋晚年怎么看这个老臣，他觉得李善长太会藏了。当然也得公平地说一句，洪武前期的朱元璋对李善长完全不是这个态度。明太祖实录里大把记录着对他的盛赞，说他有萧何之功，是开国第1功臣。洪武3年的铁券和韩国公封号都是那时候信任的证明，从早年的信任到晚年的猜忌，这个落差才是整个故事最让人感慨的地方。李善长最大的好处是重情分，同乡旧友亲戚找上门来，
他都帮。他跟着朱元璋从亳州一路走到南京，身边聚拢了一大批同乡故旧，在他心里头，这些人都是自己人。可他忘了一件事，皇帝眼里的自己人跟臣子眼里的自己人从来就不是一个概念。洪武元年，徐达北伐，节节胜利，朱元璋亲自去汴梁考察，适不适合做都城。临走，把南京托付给了刘伯温和李善长共同管理，李善长管日常政务。就是这次共事，让两个人的矛盾彻底摆到了台面上。李善长有个亲信叫李斌，犯了法，被刘伯温抓住了，查实罪行之后直接给杀了。李善长想救人，跑去找刘伯温求情，希望他放李斌一马。刘伯温不但没给面子，还把事情报给了朱元璋。按朱元璋那个脾气，当然不会饶了李斌。从这天起，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，这个梁子就算结死了。等李善长回到南京，淮西的人就开始轮番向朱元璋告状，说刘伯温怎么不好，怎么霸道。告状告得多了，朱元璋也分不清真假。表面上看，这场党争是李善长赢了，刘伯温后来被排挤出朝廷，郁郁而终。可真正赢的人从来都不是李善长。朱元璋坐在上头，看着两派人互相咬，心里比谁都清楚一件事儿：李善长的人太多了，多到已经成了一个集团。几年之后，当初埋下的种子开始发芽了。那个人的名字叫胡惟庸，跟李善长一样是亳州人。《明史记事本末》里头说，胡惟庸本来是宁国县令出身，李善长当政的时候，胡惟庸给他送了黄金200两，于是被召进朝廷当太常卿，后来又慢慢升到了中书，参知政事。他拼命巴结李善长，还把自己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李佑，两家成了姻亲。有了这层关系，胡惟庸在中书省简直如鱼得水，势力一天比一天大。贪赃弄权这些事，他也越来越不加遮掩。李善长年纪大了，好几次请求退休养老，朱元璋一次都没答应过，因为那个时候他确实离不了李善长。至少在那个时候，信任还是真的。可问题是，李善长慢慢退出朝堂的同时，胡惟庸却一步一步走到了权力正中心。李善长觉得自己看人的眼光不会错，可朱元璋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。胡惟庸干的那些事儿，李善长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。君臣之间那条裂缝第一次露了出来。胡惟庸的野心越来越大，《明史记事本末》把他拉帮结派的勾当写得很清楚，比如诱惑吉安侯、陆仲亨、平凉侯、费聚这些人，让他们到外面去招揽人马做外应。野史里还提过所谓的不祥之兆，说金钟断裂、井中出损什么的。正史里一字未提。洪武13年正月，胡惟庸被处死。不过他到底是怎么被捕的？正史和野史的说法完全不一样。按正史的说法，直接导火索是战成国共使到京，胡惟庸压着不报，朱元璋大怒，紧接着御史中丞图节告发胡惟庸谋反，朱元璋亲自审问，处以谪刑。当时被杀的只有御史大夫陈宁、御史中丞图节这几个人，罪名就是擅权执党、妄生异议、构结群小、谋为不轨，4条，什么通倭通元根本没出现。明中后期的野史里还流传过一个叫云骑拦驾的故事，说胡惟庸谎称家里井里出了甘泉，请朱元璋去看。一个叫云骑的太监拼死拦下了车驾，朱元璋登楼一看，发现胡惟庸府里藏满了刀枪。这个故事有头有尾，挺精彩，可惜钱谦益考证的明明白白，云骑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，正史里压根没这一出，史学界也不采信。不管正史野史怎么分析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胡惟庸确实是因为谋逆被杀的，只不过洪武13年的罪名
远没有后来那么复杂。胡惟庸一死，供词牵连，范围越来越广，中书省人人自危，有人检举他人自保，有人烧掉书信，有人连夜写奏章撇清关系。满朝文武都在动，李善长始终没有站出来，不辩解，不揭发，也不表忠心，就那么沉默着。群臣上书请求把李善长也杀掉。据《木斋初学集》引《洪武实录》的记载，朱元璋当时说了一番话，大意是当初我起兵，李善长来投奔，那年我27，他41，他说的话大多合了我的心意。后来让他掌管书记，参与谋划，大功告成以后，封他上宫，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。这些人都是当初的股肱心腹，我不忍心治他们的罪，不要追究了。就是这2个字，勿问，救了李善长一条命，可也是这2个字埋下了10年后要他命的根子。胡惟庸死了，李善长没事，爵位没消，铁券也没收，渐渐就把戒心放下了。他觉得自己不过是没有举报一个认识了很多年的人，总犯不上掉脑袋吧。可他没注意朱元璋的口风已经变了，越来越多提的不是功劳，而是法不避贵。不管你是谁，犯了法就得治罪，这话不是给普通官员听的，是给开国功臣们听的。李善长忽略了一个要命的事实，在皇权跟前，沉默这种事儿本身就是一种选择。胡惟庸案看着是了结了，实际上远远没完。明史《胡惟庸传》写得很明白，惟庸既死，其反状犹未尽露。人虽然死了，谋反的罪行还没查完。此后10多年里，这个案子被反复翻出来，往深里挖，罪名一层一层往上加，牵连范围一圈一圈往外扩，回头来看，就像一张网，一点一点收紧。洪武13年，胡惟庸被杀，群臣请求连李善长一起诛杀。朱元璋说勿问。李善长以为这事就算翻篇了，他确实老了，退下来好多年了，平时就是读书写字，教导儿孙，很少再过问朝堂上的事情。他觉得胡惟庸案的风波早该过去了，可是绞索已经在暗中收紧了。洪武18年，有人告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和儿子李佑，说这父子俩伙同胡惟庸谋逆。朱元璋没杀他们，只是贬到崇明岛去了。李善长事后没有上书谢恩，史书上记了3个字：弟贤之。这3个字的分量比一篇奏章重得多。洪武19年，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败露，一审才知他是奉了胡惟庸的命令去联络倭寇的。胡惟庸的罪名里从此多了一条通倭。洪武21年，蓝玉在捕鱼洱海，大破北元，抓到的俘虏里头有个叫封季的，曾经帮胡惟庸给元朝皇帝送过信。到洪武23年，这条通鲁的罪名也被坐实了，罪名越加越多，牵连的人越来越广，每多一条，朱元璋的目光就往李善长身上进一步。弟弟被流放了，亲戚被盯上了，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被剪除，网越收越紧。李善长还坐在网中央，以为自己安全得很。然后到了洪武23年，网口终于扎死了。这一年，李善长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儿，他向信国公汤和开口借300个兵来给自己修宅子。明朝初年，公侯临时借用魏族修缮府邸，不算什么稀罕事儿。可问题是，在朱元璋已经起疑的这个节骨眼上，汤和当场就拒绝了，转头把这事儿报了上去。以李善长通晓法家的精明，在亲弟弟已经被流放，自己处境这么微妙的关头，去向军中借兵，这只有2种解释：要么他确实老糊涂了，要么他压根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危险到了什么程度。不管哪一种，最后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，他低估了朱元璋。紧跟着又出了一件事，
京城里有好几百人因为党羽牵连被判流放边境，里头有个叫丁斌的，是李善长的私亲。李善长出面替丁斌求情，朱元璋不但没答应，反而把丁斌抓了起来。一审，丁斌以前在胡惟庸家里供过事，就供出了不少李家和胡家往来勾结的事情。朱元璋马上下令把李存义父子从崇明岛押回京城。李存义在狱中供出了那句最要命的话，他说洪武13年之前，胡惟庸确实叫自己暗中劝过李善长一块谋反，李善长当时吓了一大跳，说这是灭九族的事儿，坚决不干。可后来胡惟庸不死心，反复派人来游说，还找了个李善长的老朋友去劝，说事成以后封他做王。李善长最后虽然没有答应参与，可也没有去向朱元璋举报。还不止这些，李善长家里的一个奴仆卢仲谦也站出来告发，说李善长跟胡惟庸长期私下往来，互相行贿。丁斌、李存义、卢仲谦3个人的口供互相印证，把李善长和胡惟庸之间的瓜葛就坐实了。不过最致命的还是李存义供出来的李善长对自己弟弟说的那句话。李善长说：“吾老矣，吾死，汝等自为之。”翻译过来就是我老了，等我死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就这一句话，最终要了他的命。一句模棱两可的话，10年攒下来的嫌隙，身边人一个一个被剪掉。所有这些东西在洪武23年这个节点上汇到了一处。朱元璋等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证据，他要的就是足够的罪名。如果李善长真的参与了谋反，洪武13年为什么不杀，非要等上10年？钱谦益的《木斋初学集》引了洪武实录的一条记录。洪武13年正月，左丞相胡惟庸、御史大夫陈宁谋反，辞连李善长等，赐惟庸，宁死，善长勿问。23年5月，御史合奏善长大逆罪状，庭讯得实，善长随自京。朱元璋在洪武13年亲口说过，我不忍心治他的罪。到了洪武23年，终究还是下了手。这10年里，罪名在一层一层往上加，李善长身边的人在一个一个被除掉，嫌隙在一点一点的积攒。朱元璋倒也不是凭空翻的脸，他是一点一点攒够了杀人的理由。最后定罪的时候，明史上的记录是这样的：豫剧为擅长元勋国戚，知逆谋不发举，狐疑观望，怀两端，大逆不道。意思是李善长身为开国元勋，皇亲国戚，明明知道有人要谋反，却不揭发，狐疑观望，手数两端，这就算是大逆不道了。狐疑观望，怀两端，这7个字比谋反本身还要命，因为它意味着在朱元璋眼里，李善长在两边都下了注。在皇权面前，骑墙比站错了队更让人不能忍受。关于李善长最后的结局，明史原文写的是：会有言兴变，其战当一大臣，遂并其妻女弟侄，家口70余人，诛之。正好这时候有人说天上星象有变动，占卜结果是应该降罪给大臣。朱元璋就借这个由头，把李善长全家70多口人一并处死了。这里要说一下，钱谦益引洪武实录的记录是善长随自京，说他是自杀的，可明史写的是诛之。不管是被处决还是自己在狱中上了吊，结果都一样，全家覆没，一个不留。洪武23年，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，大意是说，我对你是所有功臣里最厚待的，封你韩国公，给你铁券，你的富贵天下没人比得上。可胡惟庸谋逆的时候，别人都知道来报告我，唯独你李善长没有。最后李善长被杀，全家70多口没有一个活下来的。入狱之后，他把跟胡惟庸、李存义、
往来的旧信一张张丢进火盆，火光照着他那张苍老的脸。他对儿子说：我错不在不举报，我错在一直以为陛下还是当年那个能跟我推心置腹的吴王。可陛下心里装着的从头到尾只有朱家的江山，这一局我赌输了。李善长死了以后，朝堂上没人敢说话，可是有一个叫王国用的官员，当时做的是余部郎中6品的小官，冒着杀头的风险上了一道奏书。这道奏书是当世才子解禁代笔写的，话说得恳切，条理也清楚。奏书里说，李善长跟陛下出生入死打过来的，功劳排第一，活着封了公，死后要封王，儿子娶了公主，亲戚都跟着沾光，天下再没有比他更富贵的。人疼爱自己儿子，总胜过疼爱兄弟的儿子。他跟胡惟庸不过是个直亲，跟陛下才是子亲。一个人占尽了万全的富贵，犯得着去贪图那1/1000都不一定有的侥幸。再说李善长那么大年纪了，精神意志早就消磨殆尽，哪来的血气去干谋反的事？天底下谁不知道功劳大到这个地步的人落了个什么下场？我就怕天下人知道了，心会寒。奏书上的每一句话都在理，满天下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桩冤案，以至于一个6品郎中都敢提笔写奏章说这案子判得不对。不过这道奏书的论证有一个微妙的错位，人家论证的是李善长不会主动谋反，可朝廷定罪的却是知逆、谋不发举、知情不报，一个是做，一个是不做，完全是两码事。在皇权那套逻辑里，知情不报恰恰是一个老臣在乱局里最可能选的路，不参与，不举报，两边都看着。王国用没有正面碰这个问题，当然他也碰不了，因为在朱元璋的规矩里，沉默本身就是站队。朱元璋没有回复这道奏书，但明史记载他竟不罪王国用，没有治他的罪。这个沉默其实什么都说明了。朱元璋未必不知道李善长是冤枉的，可是他就是需要杀李善长。皇权的逻辑从来就不是因为有罪所以杀你，而是因为需要杀你，所以你有罪。很多人都在问，朱元璋赐铁券的那天，是不是就已经算计好了将来要杀李善长？正史里头找不到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。那个时候的信任是真的，吴之萧何是真的，韩国公是真的，铁券也是真的。真正让一切变了的是时间，是胡惟庸案后一条条追加上去的罪名，是洪武18年李存义那个案子留下的嫌隙，是朱元璋心里越来越重的猜疑。说李善长死在谋逆案上，不如说他死在君臣之间那一点一点耗光了的信任上。刘伯温当年就4个字，柔而不断。李善长确实看透了皇权的冰冷，可他还是低估了朱元璋。他觉得一个跟了30多年的老臣，在皇帝心里多少该有一点分量，他赌的就是那点万一。可朱元璋心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万一，只有江山，铁券从来没失效过。真正失效的是李善长对人性的判断。他以为皇帝的承诺多少带点血肉的温度，直到最后他才明白，在绝对的皇权面前，从来不变的就不是什么承诺，从来不变的只是皇权本身。这就是帝王时代最残酷的真相了。